比韩国财阀更可怕的是韩国男性服兵役。在韩国呢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啊，来自军队的电话，你要不管多晚啊，女艺人呢她都得要接，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电话另一端男艺人的生死。当年这个权志龙在最火的时候呢，收到了入伍通知啊，所有人都以为啊，以他的名气和地位，那在军队就算是不被捧着，那至少也得是受到尊重。可现实呢却给了他最响亮的一记耳光，他成了整个军营里啊被围观的珍稀动物。据他本人和同期的士兵透露啊，在入伍期间呢，他洗澡的时候会被上百个战友啊围着观看。那些人呢不仅是毫无顾忌的对他是评头论足，甚至还喊着一些极其难看的污言秽语。还更变态的还在后边呢啊！有个士兵呢为了取悦自己身为权志龙死忠粉的女朋友，竟然专门制作了一份堪称是变态的 JD 观察日记。这份日记里呢详细记录了权志龙身上每一颗痣的位置、内衣的尺寸、每日服用的药物等等啊极其私密的内容。而他的女朋友呢为了秀恩爱，还把这份日记发布到了网上。一个顶流巨星啊就这么成了一个被肆意窥探、毫无尊严的囚徒。那为了让自己在部队里过得好一点呢，他只能花钱消灾啊。据说呢，他直接把自己的银行卡放到了公共区域啊，任由其他人随便刷。即便如此啊，他还是没能逃脱被霸凌的命运。有一次呢，他在军队里啊给这个国民 MC 刘在石打了一通电话，接通之后呢，刘在石立刻就明白了什么啊，非常痛快的啊答应了跟他的后辈们通话。多年之后呢，在节目上，当刘在石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呢，镜头前的权志龍啊在一旁呢是手足无措的笑着，想要掩饰，可眼泪呢却已经悄悄的流了下来。 형, 너 웬일이야? 아, 형 잘 지내시죠? 저 형 다른 게 아니고요. 제 후임들이 있는데 근데 형을 너무 좋아해서 근데 형 통화 좀 해주시면 안 돼요? 曾经那个在舞台上鲜活嚣张、充满生命力的王者，退伍之后啊，却变得是畏手畏脚、眼神躲闪，仿佛呢成了一个被掏空了的躯壳。因为军队里无休止的精神折磨，让他患上了严重的恐慌障碍和抑郁症。如果说权志龙的遭遇啊，还只是集中在隐私侵犯和精神折磨上，那么其他男性的经历，则是更赤裸裸的展现了这个韩国军营内部那种系统性的肉体虐待和人格摧残。当一个好人啊被置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且缺乏监管的坏环境中时，他也很有可能啊会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韩国军营呢，就是一个将路西法效应啊发挥到了极致的人造炼狱。他那个极其畸形的前后备文化，赋予了老兵对新兵几乎是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利。在这种环境之下呢，霸凌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被漠视的集体文化。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黄光熙入伍之前呢，是大家公认的小太阳啊，开朗健谈。但在服兵役期间啊，他曾被要求徒手清洗马桶，这种折磨呢，让身高1.75米的他，体重是一度暴跌至了80斤。退伍的时候那是形如骷髅啊。这个苏门追加的李特呢，曾在午夜被上级啊从睡梦中给叫醒，只为了给上级的家人录制一段祝福视频，甚至还被要求啊去主持上级的私人家庭聚会。ESO 的队长金俊敏啊，刚入伍啊就被11名前辈带去烤肉店狠宰了一顿，11个人啊最终吃出了91人的分量，消费了128万韩元，被迫由他独自买单。看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韩国的男明星们啊为了逃兵役会做出那么多匪夷所思的骚操作，因为这不是在逃义务，这是在逃命。为了不去那个地狱啊，有人呢花重金买通医院啊，假装自己有精神病啊，普通人呢切手指拔牙，故意制造骨折。而明星们的操作更是一个比一个狠。宋承宪啊用别人的尿液去体检，假装自己有肾病，结果呢被当场戳穿了，灰溜溜的穿上了军装。摇滚一哥刘承勋啊，在他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呢，为了逃兵役加入了美国国籍，结果呢被韩国政府啊直接下达了永久驱逐令，至今呢都无法踏上祖国的土地。13年后呢，还在镜头前下跪道歉，声泪俱下啊，也是依然未被原谅。而在所有逃兵役的方式里啊，有一种是唯一合法光荣的，那就是在奥运会他拿不到这块金牌，他就得必须在巅峰时期中断留洋生涯，回国服2年的兵役。那场比赛啊，他是拼了命的跑啊，加时赛的最后几分钟，他甚至拼到了抽筋倒地。最终呢，韩国队呢艰难取胜，夺得金牌。中场哨响的那一刻呢，孙兴慜啊这个7尺男儿跪在草地上，像个孩子一样放声痛哭，那眼泪里啊有夺冠的喜悦，但更多的是逃脱兵役的劫后余生。而有喜就有悲啊，就在巴黎奥运会上，韩国网球一哥全纯宇呢在比赛中啊因为心态失衡啊怒摔球拍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不理解，一场比赛而已，何至于此呀？但是韩国网友呢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他不是怕输球，他是怕输了球就没有免除兵役的最后机会。你看啊，当体育和兵役这种沉重的枷锁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他早已经失去了最纯粹的快乐。对这些运动员来说啊，领奖台的另一边呢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那个他们无论如何都想要
逃离的地狱。你看啊，这就是韩国男明星的宿命，往前一步是可能毁掉你身心的地狱军营，你往后一步呢是可能会葬送你整个演艺生涯的国民唾骂。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韩国那个早已经畸形的军队文化，他们用不到日本80%的军费养活了3倍以上的士兵，这每个义务兵啊月薪呢只有500块人民币啊，一天3顿都是泡菜。这更可怕的是那种早已变态的前辈文化，在新兵入伍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特殊的欢迎仪式啊，排好队让老兵挨个扇耳光，你还得必须笑着说谢谢。在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蹂躏之下，每年呢都有近100名韩国士兵选择自杀。所以啊，别再问了，为什么那么多曾经眼里有光的韩国爱豆退伍之后都变得是黯淡无光了？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啊需要通过自残才能够逃避所谓的神圣义务的时候，那么需要反思和改革的，或许啊早已经不是那些个逃兵，而是这个制度本身了。